Oh, slow living can be life-giving, although we might disagree. 像星座，我就觉得 If most our lives are 有些人做的比我好吃。 lived in black and white, 创意 it 从计 makes 划 the 开 gray 始。 so hard to see.我们现在去公园野餐，在想我要带 Insta360 还是 DJI。DJI 最近偏少使用，想要给他一些露出的机会。然后 Insta 的话，可是它又蛮好用的。装备就是野餐垫，然后水，一些我的随身物品，电子书啊、钱包那些的。然后还带了这个拉密 ，OK， 出发。Hello. Hmm. 大家都在树下烤肉野餐，还有人在排婚纱。Why you so slow? Too many people. Oh. Maybe I want milk tea. Earl Grey. Then I wonder what's the next weekend, you know? 这人一到就直接睡了。我们骑了大老远的车，然后刚刚去便利商店补了一些零食，然后买了这个现泡的鲜奶茶，那还有一些有的没的饼干零食，然后这是等一下玩的桌游。咻，哎。
在呢简单化妆一下，我等一下要出门一下下，我去买一些小伴手礼，过几天又要回台湾了。这次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Hello Me 的防晒，我其实用了应该有5瓶了吧，我就觉得它没有什么缺点，所以就一直用，很好推开，然后很像在擦水状的乳液的感觉，就还蛮好用的。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昨天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公园野餐，很喜欢欸，那个公园好大哦，但那个是观光客完全去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分享。我跟我先生昨天睡前就在讲公园的心得哦。底妆是这个 Make Up Forever， 这个我用超级无敌久了，这个是我还在伦敦的时候就买的，3、4年了吧，就是用不完。比较干的天气的时候我会用这个，潮湿一点的天气的时候我就会用之前分享过的那个植村秀的小方瓶。刚刚讲了。就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日本人，在这个公园赏花的人都是住在这个公园附近的民众。在日本，大家就是各过各的，比较少有那种邻居要一起见面的机会，没有。在台湾，就是倒垃圾这件事情，很容易认识邻居。住在日本，比较没有这种不得不会遇到邻居的时刻。有些人就是把他们家打开，然后在烤肉、赏花、躺着跟朋友聊天什么，这种画面平常比较难遇到。就是有感觉到他们是放松下来，在享受生活的这个状态。因为平常即便在公园，你还是会觉得他们的状态可能不是那么放松。爸妈带小孩去公园，他们聊天的状态是比较拘谨一点的样子。昨天在那个公园里面看到他们很多人同时有这个放松的状态，就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粉底上完的话，我就会用这个 NARS 的遮瑕膏，这个我也用超级久，应该有5年之类吧，应该可能也过期了。这样，跟保养品比起来，保养品买的频率比较高。化妆品我最常买的顶多就是口红，稍微遮一下。我也不喜欢遮到太完美，还是有一点点瑕疵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的。这几个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会遮一下，有一些泛红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好，修容我是用这个 Fenty Beauty， 它色号是 Amber 01，1、2年前蛮红的。然后我也是我对，这个也是我在伦敦的时候买的，真的是很久以前。再来就是染眉膏，我是用 Kate， 我基本上就没有在画眉毛，我就是把眉毛染成比较浅一点。我只有用这个眼线液是不会晕的，其他不管大家怎么说不会晕，我还是会晕到不行。到了晚上之后，下眼，这叫什么？下眼卧蚕这边是一整圈黑的，但是只有在用这一支的时候，不会让我有这个问题。我每次想说来尝试新的，大家说很防水的眼线液好了，但都还是会晕。我很想学怎么画下眼线，但就跟我刚刚说的，我只要画了，就是到时候这下面全部都是黑的。腮红我是用这个 Free， 色号是 RS03。Loft 随便逛的时候买的。近年我蛮喜欢那个膏状的腮红 ，MB 的我也很喜欢，它很小个，所以我就把它当做旅行的时候使用。然后这个超大 can 的，日常的时候在家可以用。我通常是用这个在上的，色号是01，但我今天没有要干嘛，所以我不会画。最近用的打亮是这个 CanMac， 我还蛮喜欢。我在试用的时候觉得还蛮好上脸。上一点点在唇峰的地方，一点点就好，刷一点点睫毛膏好了。这边还没。我其实之前会去做类似那个应该叫做角蛋白吧，有做过几次，我还蛮喜欢的。只是就是跟做指甲一样，要一直去。我后来就有点懒惰，前几天也才去做新的指甲。我觉得做指甲也是，我也不是说非常爱做指甲，
但是因为你做了之后，你又不能自己卸，要去给美甲师卸，然后卸了之后你就觉得啊都来了，那就再做新的吧。然后加上他会帮你修型，就还蛮喜欢的，因为自己修就是会很丑，或是会有懒惰。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护唇膏，但它是有颜色的护唇膏，就没有要干嘛的话，就直接涂这个护唇膏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最近也很喜欢的一个是这个 Romat 韩国的这个，之前会有出是那种正常像这样子开发的雾面唇膏，但我是这近半年都找不到。然后我前几周找到他们的雾面唇膏，好像变成这种管身，反而像护唇膏的方式这样。我很喜欢它的雾面，是因为它很轻盈，也不会一整天下来有口吐白沫的样子，它很持久，即便你吃东西之后，嘴巴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颜色，就不会完全消失。来了，速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什么好了。主要就是我朋友请我帮他买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请我买薄荷锭，他叫我随便买，所以我就买了这3个口味，还有这1年吧蛮红的软糖，其实我自己也蛮常会吃的，最喜欢的2个口味是这2个。我就买了跟他们分享，还有这个是我自己要补的会发热的眼罩，偶尔觉得用眼过度的时候我就会用它，我比较喜欢没有味道的。我刚涂眉毛的时候发现快用完了，所以我想说就补一下货，也是蛮红的美白牙膏，这2个然后这个是朋友请我帮他买的。它整篇都在介绍日本的旅游，这一本我超级无敌推的，而且它是英文版，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得懂的。然后它整个排版啊、主题都很不错。我已经有1本，然后我朋友看到他就说他要，所以我就找到我家附近的书店，刚好剩下最后1本，我就拿下。好像差不多，目前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要买，但是今天先这样子。突然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刚看完，应该说今天早上才刚看完，可以立刻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这本书叫做《创意从计划开始》，作家是一个日本人，叫做水野学，好容易讲的台湾国语，水野学。副标是最重要却没有人会教你的工作计划教科书，蛮容易读的，就是通勤时间那种就可以读个一篇2篇这种，蛮快就可以看完，就可能搭个飞机3-4个小时应该可以整本看完那种。我觉得它里面有提到几个点，我都觉得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做影像工作以来10年有了吧，有一些他提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实用的，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是我未来也可以这样试看看。第一个最让我有感觉，浮动结案期限，简单来讲就有点像是这个案子的 deadline， 不能真的把那个设成 deadline。创意工作很多时候需要感觉，不是这么制式化的东西。我的做法就会是，还会再设定一个我自己的 deadline， 也要给自己一点 buffer， 而我通常会给自己3天到1个礼拜，就看案子的大小，预留那个3天给突发状况。他在这本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好像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可以 SOP 化的东西，就要 SOP 化。摄影工作来说，我只要一收工，当天一定会过完档，不是只有把你的档案整个放到电脑就完成了。你要分类说，这是平面，这是动态，第1版、第2版 final，
这些资料夹都要先把它开好。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把动态影片转成 proxy， 这样子你可能下个礼拜要开启这个专案剪这支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剪，直接启动的工作模式，不用还要等待转档的时间。这些小小的预备动作，在你零碎的时间把它完成的话，正式要工作的时候会帮上很大的忙。也因为已经前置作业已经就绪了，你就不用担心哦，如果我这个硬碟不见的话怎么办？因为你已经备份好的。我觉得这两个算是我蛮有感的部分。然后还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是在做每一件案子的时候，可以再想更深一点。它的原文是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专案，在想象的时候，我经常考虑的是该怎么做才能稍微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呢？如果每个人多思考一点或多花一点功夫，就可以改变工作的样貌。这就是热腾腾刚读完的一本书，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其实还有同时在看的是《流浪者之歌》还有《成为企划人》，这两本我都还没看完。有一个快看完的叫做《爱因斯坦的梦》，我同时会开不同的书，看当天的心情选择要看哪一本。《流浪者之歌》我看了快一半了，但是我觉得有点难读，不知道是因为它的翻译还是用词有一点太宗教感，我会有点 get 不到。爱因斯坦的梦比较科幻一，还蛮有趣的，这个我也蛮好阅读的，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今天吃这个无印良品的调味包，有一阵子没有吃，我之前没吃过的口味，所以我想说我来吃看看。素普咖喱哦，汤咖喱，北海道味噌豆乳汤咖喱。我自己有再加一些菜跟鸡肉、番茄、菠菜、蛋，然后自己煮饭。这是1人份，因为我先生今天加班，今天就是我自己吃。然后呢，最近自己在看的一个影集是一个日剧，对，光不太对，叫做东什么的。我影集已经看了一半了，但是名字还是记不起来，因为太长了。最近还蛮红的一个日剧，我觉得喜欢看我的影片的人应该也会蛮喜欢这部片的，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Hello， 我刚刚去染完头发了，补了发根，剪个刘海，这样觉得清爽很多。我上一次染已经是2个多月前了。我本来想说回台湾的隔天再去我之前蛮常去的设计师那里，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后来行程又有点改变，所以就只好取消，就赶快预约了今天。我在日本其实有2-3家会轮流去的，就看哪一家还有位置，好险其中一家还有。但是这次的发型师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但他也蛮细心的，所以还不错。然后我发现他们知道我是台湾人之后，就会很努力要跟我聊一些台湾的事情，就是他们会说哦，他什么时候之前也有去过台湾啊，食物很好吃啊，然后给我看他们手机的照片，就他去台湾的照片，还蛮可爱的。前情提要完毕，现在要赶快来收行李。大家看到我应该前面的段落是把行李箱拿出来，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理他了。我明天早上大概9点就要去机场，赶快来收拾。对，这一次我会带比较多我的摄影器材，所以我要想一下要带哪些镜头。我把要带的衣服都先收好了，然后明天要穿的先拿出来。
I fell by the wayside, babe. Jus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 Can't forget the words you'd say about being a better man. See, we try to move too fast, seem to make a good thing last, and you'll always be in my head. Now you got me down bad, thinking you'd be my last. Now I'm just here on my own. Now we're just strangers. Just strangers again. Your face ain't fading away. All the memories and Hello，我现在心情超好的，今天天气超级舒服。哎呦，是不是太辣？今天天气超好，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出房门就觉得我们家好亮，春夏终于要来了。现在是刚刚好的温度，刚刚好的阳光。然后呢，我们今天有预约要去吉卜力美术馆。终于耶！我们1年前刚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去了，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很难订，因为它每个月只开放1天是可以预约的，不是忘记要预约之外，就是不确定你下个月的时间你有没有办法配合，就是很难啊。回台湾之前我就终于下定决心，刚好有预约到，然后去完之后晚上时间应该会去看个电影。最近有一个电影我蛮想看的。Ryan Gosling 演的，中文叫什么？极限返航吧。这就是今天的行程。然后呢，昨天晚上收到包裹，然后跟你们一起猜，是 Hello Me 寄来的包裹。Hello Me 的包裹都会有一个味道，他们每年母亲节这个时候都会有新品。这次我记得也是烹饪系列的新品，我还蛮期待的。包得很完美，舍不得拆开。你知道那个 Hello Me 的 founder 是处女座，我最近很常合作的品牌工作人员都是土象星座，我就觉得好喜欢哦。就他们那个龟毛注重细节跟刻苦耐劳的性格，我就是跟他们工作很放心，很满意。题外话，他们这次的，其实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就有偷瞄到他们的满额赠，就是这个束口袋。它是很精致的蕾丝，我觉得这个 size 很好，就是旅行的时候很方便，好可爱哦。新的护唇精华，简单来说就是护唇膏。这包装也好可爱。我其实睡前都是用 Hello Me 的唇膜，睡前就涂一层。终于出了护唇精华，蛮香的耶。因为我现在已经上唇膏了，我就涂在手上。晨曦无花果护唇精华，这个基本的精粹油我是每一次一定会补货的。如果大家还没用过的话，一定要试看看。这个我已经用了，今年是第3年了。Hello Me 是我最忠诚的品牌，连续用了3年都还是会持续回购的。酒红色包装的就是烹饪系列，烹饪系列是去年新出的系列，它整个系列我都很喜欢。烹饪精华这次有出大容量的，去年有买过的人疯狂敲完大包装，所以他们今年出了大包装的。喜欢烹饪精华的人一定要拿下大容量。这个是新品，它是化妆水，我很喜欢它的设计是喷雾式的，很舒服的香气。我很喜欢化妆水是喷雾型的，不然的话就要倒在手上那种湿湿哒哒的，我就。这3个都是新品，这个是之前就出，只是大容量。护唇膏、烹饪露，耶！其他就是我的补货。这个也是烹饪系列的霜，涂完前面的手续之后，还觉得脸比较干的话，就会再涂一层霜类锁水。28岁以上的话，就可以开始使用烹饪系列。然后他们的面膜也是我很喜欢，一个是美白款，一个是保湿款，这2个我都蛮喜欢的补货。还有前阵子压力有点大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试看看他们的滚珠精油配上刮痧板，天然水晶石刮痧板，好漂亮，亮光。今天洗完澡来试看看。看完毕。
大家买过哈罗米就知道，他们的满额真的是超级不手软，送大家送好送满。记得是4月22号开始，大家下手要快。哈罗米算是所有合作的选品团购里面手速要最快的那一种。大家可能会好奇之前的咖啡因跟哈罗米的差别在哪里？我在用咖啡因的时候，就是肌肤有点受损，想要让角质层打好基底的话，我就是会用咖啡因，就是修复期的时候可以用咖啡因。然后我用哈罗米的时候比较像是功能型的，像是烹饪系列，就是比较主打熟龄肌，会让你的肌肤比较有弹性跟紧致。然后还有他们就是最夯的油，有不同派系，有些人就是专门爱用油类保养，那就一定要用哈罗米的精粹油。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手法就是油敷法，搭配他们的面膜，洗完脸之后。Where'd you going? I will come back to my place. 洗完澡、洗完脸之后，先涂一层的油上脸，然后立刻敷面膜，15-20分钟之后再涂一层精粹油，你的脸就是会变得非常细腻。急救的时候用这个，基本上我保养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你的皮肤没什么毛病，然后也懒惰的时候，就是可以无脑的涂咖啡因精华。你的肌肤的屏障建立好之后，你想要再更加强，让你的肌肤比较有弹性、比较紧致的话，我就会使用哈罗米的烹饪精华。想要急救补水的时候，就是用他们的油敷法。Take it across. Too professional. Wow. Yay. Uh-oh. Can you have coffee flavor? 我觉得他做的葱抓饼或蛋饼已经做的比我好吃了。Where are those trousers from? This one? This one is from Style Mix. I bought it quite a long time. OK， 今天就穿这样子。上衣是台湾的品牌，1月的时候有合作过的马尼加加的上衣。裤子是我刚刚跟他说是一个日牌的。包包这个也蛮多人问的，这个我已经背超久了。韩国品牌 Stain Oil 的。忘记说鞋子是一个台湾品牌，叫做哈曼克。我还是穿这个裤子，因为我发现虽然刚刚被咖啡拨到，但是完全没有咖啡渍，就干了，超强的，所以又穿回来这件，好好。哦，好可爱哦！我们逛完了，会有一些小战利品。公园这里实在太美了，想说散步一下。刚刚的美术馆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在公园这一侧。It's been a long time, but I remember it well. Just like the photo we keep on the shelf. Oh, we were young. Now 10 years
years have passed and we're still locked in time. I don't take for いただきま granted す。